那么我请问，你是怎么想到把你老子送到平行时空的？那个，我那系统说的，说必须有一个跟我基因高度重合的人，在平行世界充当物资传送坐标。哼，我这不是不信吗？寻思试试呢。谁让你正好走进来，还说要揍我？你个小王八蛋！哎，我要是王八蛋，那你是什么？我这系统剩余的能量还能进行一次传送，要不然给你传回来。传个屁！我这外面都听见炮声了，这时候传回去，不是让我当逃兵吗？赶紧去找你吴叔，让他请示上级把我们旅送过来。您别急呀，我这已经在路上了。您手机留点电，到时候传送的时候联系用。先挂了哈，给你3天，要不然老子找把枪出城。开车注意安全啊！跟鬼子拼刺刀！知道了。臭小子，这么多年，这件事干得最让我满意。哎呀，老乡，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这怎么还偷袭呢？告诉你，俺男人可是连长，29军的，就在城外。妹子，你看我这身也是军装。你等会儿，不会吧？妹子，那个老乡，我真不是坏人，您别怕。方便问一下，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吗？俺娃姓陈，大名关宝。啊！哎，你这是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从另一个世界的89年后来的。陈关宝是我爷爷。啥？就是这么个事儿。叔，您赶紧的向上级汇报，给我爸派点支援过去，要不然他说要端着步枪出城跟鬼子拼参涛。你是说你莫名其妙得了个系统，然后一不小心把你爸送到了1937年？是啊，我这眼前还有个系统面板呢，说是直接投射到我视网膜的。对了，我还能给我爸打电话，不过您最好是带我去找领导，当着他的面打。我爸那破手机电量支持不了多久，我还让他留着点，等传送物资的时候联系呢。请您稍后再拨。Sorry。希望不是你恶作剧。报告，进来。规矩点儿，什么地方不知道啊？进来吧。哦，首长好。到底是家里4代当兵的，你现在能给你爸打电话吗？小吴，你也打一个。是。喂，陈斌，你到你吴叔那儿了？啊，到了。老陈，你真的回到了1937年？老吴啊，我见着我太奶了。刚才我准备出发回驻地，走到门口发现我家那臭小子还没起，我寻思去踹2脚，结果进他房间之后，刚抬脚就眼睛一黑啊。严肃点儿，我现在在我们许富参这儿开着免提呢。都说你现在是在1937年的宛平，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有，我现在去外面。能听见不？城外打仗呢，还有我太奶爷爷。太奶，你讲2句。让俺说啥呀？咱这儿今天是几号？哪一年？特殊年代，6月初1。好，陈建军，你注意保护好自己，保持通讯。我马上向上级汇报，给你调派增援。是，首长您快点啊！我刚刚在这边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开打的，月底就局势全面失控。好，我知道了。你们就在我办公室里坐会儿，哪儿都不许去。小吴，你待会儿记得安排人保护好这孩子，一根毛都不许掉。是。说能做不？站一会儿能累垮你。我早饭没吃，血糖低呀。充能是怎么充的？充满要多久？30天？你这 CD 也太长了。谢谢叔。领导好。你好，刚才我们和上级的领导通了个视频会，他说可以试一试，并由总部方部门与专项协助部门联合成立工作小组，全权负责本项事务。小伙子，你那个传送系统一次能传送多少物资，多少人？单次传送最多覆盖4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内的人员和物资都能输送。量少的话，短时间内可以传送2次，能量消耗完后需要1个月的时间进行充能。要是着急的话，半个月就能传送1次，不过送的范围会很小。现在还有1次机会可以传送，范围大约可以覆盖1.3平方公里。喂，立刻下发通知，让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全部到综合会议大厅集中开会。许领导、郑主任，这沙盘是京城周边的地形，怎么这么多标识旗啊？而且看着这些标识都快围到京城周边了，真有这么大影响吗？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模拟推演一个应急处置场景。假设我们的一个合成旅回到了89年前的宛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旅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看什么看？就当是一个战场游戏，大家平时工作累了，放松一下不行啊？大家都放轻松，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查漏补缺。领导，假设我们一应急队伍前往指定区域，没有通讯设备也能开展处置工作，而且处置能力不会下降太多。同意。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储存好对应区域的数字地图，要不然可能找不准方向。没有通讯设备，大不了定位精度差一点。应急处置装备可以用惯性定位、影像匹配，你们可以激光定位等等乘以上。也不尽然啊，袖子级装型的重量较大，在当时能通行的桥梁基本没几座，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现在合成旅配属的工程车辆终归是野战状态应急用的，要是回到8、9年前，起码周桥车的数量得多加一些，要不然整个旅的机动性会受影响。我补充一点，给这个旅加强一个陆基导弹营，多配一些巡航导弹、反舰用，这样在沿海地区作战就不用怕鬼子舰队。要不然再带一个工程兵旅，把当时京城周边的机场全都改建一下，然后再给这个旅加强一个陆航营和一个空军。那不把他们往死里打，穿越过去干什么？还有一点，小鬼子爱玩毒气，防化部队也得调一个营，另外再调一个特战中队，强化战场情报能力。防化营、工程兵旅下面有，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是后勤补给了。要是后勤保障跟得上，让我带着这个旅，我1个星期内横扫关东军。美的你，凭什么让你带啊？孩子，如果你也传送到了那边，还能回来吗？能。我爸不在，大概率会传到我妈或者我爷爷那儿。刚才跟首长通话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如果我们能过去，那不光要打鬼子，一些曾经遗失的东西最好也拿回来，同时我们缺少的东西最好也能从那边筛够一点。你爸都过去了，你也别闲着，他负责打仗，找东西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保证完成任务。给陈建军那个旅发送命令，全旅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对外番号改编为抗日先遣队第1纵队，任命陈建军为先遣队司令员。命令出区，给第1纵队加强一个机步团、一个陆航营、一个导弹营、一个信息支援营、一个周桥营、一个特战中队，以及一个工程兵旅，48小时内必须到位。命令战处向先遣队第1纵队驻地，按照上述加强的编制，额外调运连续作战2个月所需的弹药、给养、油料等物资，48小时内必须到位。最后，与抗日先遣队有关的所有文件，保密等级列为绝密。是。首长，我要过去的话，我学校那边麻烦帮我请个假，还有几天就开学了。放心，都会安排好的。这又是1级战备，又是签保密协议，还写遗书的，真要打仗是咋的？想啥呢？顶多就是演习。不过这次的规模肯定不一般，还给咱们旅加强了那么多辅助部队。我觉得事情不简单。我有个亲戚在旅部，听他说，好像咱们旅还多了个临时对外番号，叫什么抗日先遣队第1纵队。抗日？开什么玩笑？真要打小日子，也轮不到我们第一个上啊！北区和东区随便一个就行了。我们区的定位就是战略机动支援。就是几辈子修的阴德啊，能让你第一个打小日子。真要跟你说的，那你祖坟就不是冒青烟，是直接。立正，清员就位。我去，3颗星！什么？政委边上来了2位3颗星！全体立正！同志们，你们赶上了！今天我们不是去训练，不是去演习，而是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8、9年前，打鬼子。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恶作剧。你们的旅长陈逢军同志现在就在1937年的宛片城等着你们。他本可以回来，但是他没有。他说他不会当逃兵。同志们，我们是重装合成旅，是钢铁铸就的雄狮。当年我们的先辈用自己的血肉筑成城墙，用生命为我们换来100年的安宁。现在也该由我们用他们打出来的盛世荣光护他们周全。我们将带着迟到89年的救赎，穿越时空，守护华夏。多余的话我也不说，我相信只要一提打鬼子，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动员。报告首长，先遣队第1纵队已做好出征准备，请2位指示。辛苦了，归建。是。同志们，另一个时空的祖国正在遭受侵略，我们的同胞正面临着鬼子的威胁，时间有限，我也不说什么长篇大论，你们早一秒去，能拯救更多的国人。记住头顶飘扬的红旗，记住我们铁一般的纪律，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管在什么时空、什么地方，都是。最后，由我转达首长给你们送来的一句话：铁甲赴国难，利剑斩倭寇。铁甲赴国难，利剑斩倭寇。开启传送通道，传送对象为我和我面前的这支部队，以及所有载具物资。
真他娘神奇！娘，我饿。爷爷乖，马上就有吃的了。曾孙，你太爷能活着回来吗？您放心，要是我没记错，太爷是半个月后牺牲的。孩子，记住，你爹要是死了，他是被小日本子打死的。等你以后长大了，得给你爹报仇。我在这儿！所有车辆打开车灯！你怎么也过来了？你过来还能回去吗？能回去，不过要半个月后。那就好。托你的福啊！从小就梦想着回到过去打鬼子，没想到今天成真了。我们旅全来了吗？全来了，还给我们加强了不少。那里面有给你的任命书，还有这支部队的编制清单。我们这支部队番号为抗日先遣队，由你担任司令员，我担任政委。目前过来的是第1纵队。好，好，好，这回为让小鬼子知道什么叫响尾打击。命令部队侦察营前出，半径10公里，快速建立环形警戒，查明地形。合成1营、2营向东北2翼展开，构筑临时防御阵地。3营、4营保持机动待命。机步团以1营防御南面及永定河西岸，余部为预备队。炮兵营、导弹营立即构筑发射阵地，火炮做好火力准备。命令联运保障营、工化兵旅就地建立临时营地和补给点，油料、医疗、弹药给养就位。通信营立即组网，保持全纵队通联。赶紧去，我先换装备。是。报告，全纵队通联正常，指挥链路畅通，炮兵阵地构筑完毕，防空火力网构建完毕，符合1营、2营已就位。老陈，想什么呢？我在想，我们解决完北平这边的事情后，下一步怎么弄？宋军长这个人，大义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总归是有些军阀思维。想问题第一出发点是保住自己的地盘，他的地盘里出现一直不受他控制的强大部队，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紧张。所以我们这次出手帮他，他还真未必会领情。最大的可能是在打完之后，他会客客气气的请我们离开。不到万不得已，我真不想对自己的国人开火。就我们这个装备，到时候想收着打都不可能，一打就是一大片，造孽。所以我的想法有2个，一个是金门，还有一个是礁湾。因为如果事情发展轨迹不变，那下个月13号淞沪开打，我们需要一个港口，让我家那臭小子带过来的舰艇有个窝。之所以选择这俩地方，也是因为金门和甘州现在大多是洋人和鬼子的地盘，我们是收复回来的，大意上说得过去。就礁湾吧，那边基础相对更好一些，且四周环山，雷达能照得更远。最主要的是，那边离鬼子本土更近。等机场修建好了，天天请鬼子吃炸弹。另外，我建议派人去跟这个世界的我党取得联络。你刚才提出的情况，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南边的老常肯定也会对我们指手画脚。到时候怎么弄，我们听我党那位老爷子的就是了。来之前首长也交代过，当两边命令有冲突时，以那位老爷爷的命令为准。那就妥了。侦察营就位，警戒圈已闭合，联勤保障营就位。命令侦察营扩大侦察范围，找到宛平、狼城方向2股鬼子的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
并将坐标直接同步给炮营，合成一营，向丰台方向发起进攻。看到鬼子不用请示，直接打。陆航营，机场完备之后，带上特战中队和机步团侦察连去金门城内找湘粤清系，死活不论。合成2营，立即出发，目标金门。直属电子对抗营放飞电子战无人机，干扰鬼子的无线通讯。让同志们注意处理好跟29军所属部队的关系，尽量不要出现摩擦。是。我靠，忘了这会儿这边是夏天，刚才还没觉得，现在再套上吉利服真热出个屁了。可不咋的，希望一晚上能搞定，可以营地换夏装，要不等明天太阳出来了更热。眼镜儿，你干嘛呢？嘿嘿，给旺财加一套代码，听见鬼子话就开火。到时候我这边换语音控制模式的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嘴贱，别什么优西八嘎的瞎喊。靠！报告指挥员，无人机侦察完毕，敌全部野炮群精准坐标同步锁定，实时回传完毕。各炮兵连快速划分打击目标：122毫米火箭炮集群，重点覆盖敌方野炮核心群，丰台主力兵营、回龙庙全域工事、狼王庙前沿步兵阵地；155毫米自行榴弹炮，高密度集火强攻回龙庙主阵地，不留残敌，不留工事；122毫米榴弹炮，精准压制大枣园山外围炮兵阵地，同步拔除五里镇、大瓦园全部前沿据点。全域开火，即刻执行。遵命，全员就绪。全连注意，倒计时准备，3、2、1，发！连队长阁下，锦绣球员，指挥部所有备用电台全部电态失灵，全线失联，无法对外联络调度。八嘎洛，电讯兵渎职懈怠，电台乃是作战命脉，岂能无干损毁贻误战绩？电报员说，这种情况一般是在雷暴天气出现，可今天晚上也没什么雷云啊。所有电台都失灵了吗？是的，长官，不光是我们指挥部，其他部队也通过电话报告，他们的电台也。29军有重炮，这怎么可？连长，快看东北方向，那边是不是鬼子隐蔽炮兵基地？全程火光不断，正在被高密度火力碾压。回龙庙主阵地也完了，全域同步遭遇饱和炮击，炮火密不透风，根本无从防御。这绝不是鬼子7升5山炮的动静，音色厚重，穿透力强，和鬼子15升重型重炮破空声高度相似。南侧腹地历来无重兵驻防，哪里来的重型炮兵集群？难道是友军秘密增派火力支援？北平城南外围仅有南岳38师114，再往南是安海132师驻防地界。难不成是张师座、赵师座私校调皮重炮支援？可这根本不合常理，起码需要400、500门重型重炮同步开火。国府家底单薄，根本拿不出这般军备。2轮炮击间隔不到6秒，射速快的离谱。亲娘哎，全是10升以上要大口径重型重炮轰击，这般磅礴火力到底是从哪里轰过来的？从来不曾听闻周边有这般重型炮兵驻军。团座，龙王庙南侧、大枣园山东侧鬼子阵地同步遭遇毁灭性炮击，攻势尽毁，兵力折损大半。等炮火停息，咱们即刻全军出城，顺势夺回全部前沿失守阵地，一举扫清外围威胁。究竟是哪一路有君主？团座，管他是谁的部队，只要能帮咱们狠狠痛打小鬼子，就是友军，就是援军。错失良机，后悔莫及啊！军令如山，即刻执行。即刻派遣精锐斥候前行出城，抹清援军隶属番号。传令长子殿一营，请示师部。连长，这就是重型重炮的真实威力，太吓人了。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重炮集群碾压之力。快速隐蔽，贴近河堤卧倒。这是啥动静？听着怪吓人的。俺娘嘞，恁大个铁王八，从来没见过这般阵势。
报告，河堤那3个没带钢盔是29军的友军，开枪的才是鬼子残兵。留守警戒，无视友军，专心肃清残敌。高爆弹，连人带掩体，一起送上天！前线老兵，你们可是29军驻防官兵，不要紧张，我们是本土支援部队，前来驰援抗日。你们也是国人部队？东三，我是3两两，及时呼叫，收到请回话。多谢仗义。对了，兄弟，你们到底是哪部分人马？这铁疙瘩战车怕是要花不少银钱吧？我们是抗日先遣队，纠正一下，这叫步战车，带轻型主炮，还算不上正经坦克。营长，各分队按原计划推进，继续执行任务。是。中尉同志，辛苦了。少校长官客气。你是219团的弟兄，没错吧？长官怎么知晓我的所属部队？内情不便多言，劳烦转告集团长，我们远道而来直打鬼子，请29军弟兄切勿走火误判。平津周边的日寇，我们全权清剿。关东军若敢入关，来多少，我们就地全歼多少。若宋军长信得过，只需借金门火车站周边1月做后勤基地，防线一稳，我们即刻出关北上，收复东北失地。若有顾虑也无妨，任务结束我们便撤，绝不扰民。另外加急通报，我们要即刻征用南苑机场，请驻防部队全力配合，大出关收复东北。长官，你们可知关东军底细？正规军加伪军足30多万精锐啊！说实话，平津这点零散鬼子，我们一个师就能清剿，就怕惊动关东军主力大举南下，届时北平危在旦夕，后患无穷啊！呵呵，别说30万关东军，就算100万寇兵压境，我们先遣队照样照单全收，寸寇不留。前线吃紧，我得去指挥了。我叫邱阳，记住了。我叫陈有福，记下了。打完这仗，请兄弟喝酒。好说，好说。光顾着全员跨时空穿越的亢奋了，百密一疏啊，压根忘了这底下全是连片农田，没提前划出直升机几辆场。还好陆航营弟兄警惕性高，反应快，及时拉升复飞，不然今晚铁定闹出全军皆知的大乌龙，后果不堪设想。这事儿哪能怪你？前哨部队早已提前对接留意29军驻防弟兄，合成一营全速驰援南苑，马上就能抵达驻地。实在不行，直接临时接管南苑机场应急停靠，优先保障战机落地就行。南苑驻防部队应当是后续死守疆土、壮烈殉国的张将军麾下38师吧？此番有缘相见，定要当面致敬这位铁血英雄，理所应当。我辈皆当敬英雄。老陈，老赵，前沿邱阳营长传回消息，已成功对接上一名29军中尉军官，顺利讲明我方来意，消息很快就能逐层上报至29军高层。快个屁！纯属瞎耽误功夫。周边日寇早已切断所有有线电话线，我们又提前全域干扰敌方电台信号，眼下29军通讯全靠人力跑腿传话，效率极低。吕团长，阵地全毁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吕团长，你快说话呀！你说什么？声音大点，听不清。长官，我们部队全完了，现在到底怎么办？是我们的增援战车部队！哈哈哈哈哈！我们还有战车增援！
我们没有输，还有翻盘机会。这帮小鬼子抽什么风？大半夜站在坡上挥手招手，莫名其妙。低速绕行绕开弹坑，抵近侦查，看看这群鬼子耍什么花样。收到，全车低速转向。104车组通报前方路况，前沿巨型弹坑挡路，后排车辆依次避让，有序绕行。これは一体何のスター装備なのか。土坡上的日军残兵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就地无条件投降。收复东北，那伙人真敢放这种狠话，原话一字不差。回团座，千真万确，属下复述的全是那名少校当面原话，没有半分夸大篡改。来路不明，装备逆天，口气更是狂妄至极。这支凭空出现的队伍，到底藏着什么底细？团座，您是没亲眼撞见那钢铁巨兽，那坦克体量堪比农家正房大院，抛开主炮操管10米不算，车体焊铁泛着冷光，碾压过来的时候，地皮都跟着嗡嗡震颤，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我瞎！方才我亲自登城头遥望，那几辆大家伙列队疾驰，就从我眼皮子底下横穿阵地，动静震天动地，全城值守官兵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咱们火速加急联络上峰，连夜报备军情，研判局势啊！怎么连？城外鬼子恶意掐断所有有线电话线，全域电台信号被莫名强力压制，彻底断联失联。师座远驻保定，军座坐镇金门等咱们快马废进同战机全失，一切都晚了。稍后我抽调精锐骑兵小队对接秦副军座密报情况，你即刻归队换一身干爽军装，原地休整待命，随时听候调遣。是，团座，属下有一事求心。我妻儿今早出城逃难，至今杳无音讯，不知安危如何。有福，你放心，你家妻儿今早已经顺利出城避险，只是情况有点特殊。到底怎么了？今早南门值守的是3营11连，全城百姓疏散收尾后，范二喜专程跑回来报备，你媳妇一大早跟着一个陌生外乡男子结伴出城，对外直谎称是远道亲戚，结伴逃难避祸。啥？我懂你心里的滋味，又急又堵。现下城外日寇已被肃清，通路安全无祸。你要是想出城追人，时间完全来得及。寻回家具，再归队律职，我准你私驾。团座往日教诲一在耳边，兵临宛冲城下，家国危在旦夕。我辈军人当以杀敌为国为先，家事私事全部靠边，杀光城外鬼子，我再亲自寻妻寻子，够血性，够担当，不愧是我亲手带出来的硬核兵。直下告退。团座，大事不妙，前线出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身为主官，遇事毛躁失态，像话吗？说，到底前线出了什么变故？团座，太惨烈了！大瓦窑鬼子前沿阵地直接被轰成人间炼狱，遍地2米宽巨型焦黑弹坑，整片阵地地表硬生生下沉1米多，泥土焦黑混杂血肉碎渣，残肢断腿，满地都是鬼子零碎尸块。目前还在逐层搜捕幸存鬼子，大概率全员覆灭。阵地里找不出几把完好能用的枪械。收到，现场态势良好，请讲。找不到鬼子连队旗就算了，夜间视野受限，鬼子番号多，不差这一面破旗，让弟兄们撤回，别浪费时间搜捕。姓名、职务、所属部队，老实交代，坦白从宽。監督、麻里回话。我们就受是京局次郎，是那橘墩墩护兵第1联队第3代第8军队拟定3奏兵。至尊菊次郎，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现在你听过？排长，我记起来了，这不就是先前故意谎报失踪、挑起事端的那个鬼子兵吗？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就是他搞出来的。哦，怪不得这么耳熟，原来是这杂碎！来，给老子录段视频留个念想，今天必须让这杂碎交代在这儿。排长，你换手机了？哪儿买的？当然是转转呀，他家二手真心不错，小米14才1300，放以前最少得4000多，同样的价钱买新手机根本选不到这么好的，真那么便宜吗？是啊，最近转转的补贴特别猛，你去看一下就知道，好多高端手机现在都非常划算。反正我以后买手机就认准转转了。就特吧，你故意玩失踪，挑事儿开战是吧？啊！嗨！
东将军，小兄弟请讲。但凡我能办到的，全力配合。我方接下来要执行绝密特战任务，全程需要静默保密，机场全域周边安防警戒，全部交由我方接管驻防即可，无需贵部费心。理解，完全没问题。小兄弟，方便私下问一句吗？你们是不是北边那边的同志？哪边？没错，我们就是那边来的，专程过来驰援华夏，剿灭日寇，收复失地。你们这新式战机长得也太奇特了，头顶顶着超大螺旋桨，不用滑行，直接竖着就能落地，真是活大半辈子。头一回见这般神兵灵器，大开眼界。等后续任务结束，空域安全，我安排战士载您升空，绕着北平城飞几圈，好好体验一番。那可太好了，多谢小兄弟。营长，合成3营全员集结完毕，特战中队整装待发，即刻便可到位驻防。机场留守2个排，全员驰援通线，加急推进战线。今夜务必肃清城内全部日寇据点，不留活口，不留隐患。敵襲！大敵襲！急げ！戦闘態勢！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方才城西隐约传来炮火轰鸣，是29军主力反攻攻城了。总座，西门岗亭紧急来报，城外驶来数10辆重型坦克，10几辆已经全速入城推进。对方战士开口说国语，全程没有为难，直守岗壳，直奔城内而来。坦克，没想到宋军长暗中配备了重型坦克部队，事先半点风声不透。哈哈哈哈哈！这下反攻胜算在握，压根用不着咱们保安队上阵拼杀了。即刻集结全员部队，全副武装待命。你带队火速突袭鬼子顾问驻地，把所有安插在咱们队内的日寇顾问全部就地斩杀，一个不留。随后奔赴文庙，把汉奸阴辱兵生擒活捉，严加看管。总座，还请三思而后行。来路不明的装甲部队未必是29军主力啊。29军军费拮据，压根买不起重型坦克，就算有钱，也无处采购列装。属下恳请您先查清对方隶属番号、真实来路，再行动不迟。管他来路何方，只要枪口对准鬼子，一心抗日护国，就是华夏同胞、友军兄弟。执行命令，不得延误。是，属下遵命。スピードを上げろ！全員、白線編隊の形にせよ！全員、出現大隊の形に整列せよ！ 4年にわたり牙を磨いてきた。今日こそが武兵を立てる絶好の機会だ。全軍俺に続け子飼いを追って出よ。敵を白らげ、我が帝国の軍営を脱落かせよ。目標全軍出撃！直ちに自動保安総隊に打電しろ。全将兵の共闘出撃を命じよう。皇軍主力が総援出征して敵に当たるというのに、奴らを村内に残すなど、断じて安心できん。背後での騒乱を厳重に手一杯警戒せよ。血を開け！八个死你呆了个！登防的最重要，一擅自跑回来，军法的处置。说慌慌张张，什么事情的干活？战车，好多巨大的钢铁战车，废物一群，慌慌张张，不成气候。真的有战车，大批重型战车入城了。将官，胸口有空弹。中佐殿が旋回しました。幽霊だ！青い幽霊が命を狙っている！長官が戦死！指揮者が全滅だ！誰が指揮を執る！帝国吉文、武庫市知事陽林ぞソイパラ、全体シャンツド天羅様民地下必要ワタン守護旗天皇万岁！上！放我！
居然还有活口漏了！我去！大黄，你可闯祸了，擅自击毙俘虏，回去等着挨处分吧。这话可不对，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就地斩杀，一个不留。要啥俘虏？不要俘虏。大黄，全队继续前进，清剿残敌。もしもし。司令官閣下、こちらは中級守備駐在司令部。中級に謎の今名武装の基地を受け、状況区域、戦術指導を苦る。何？も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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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戸谷大第一連隊司令部と回線をつなげ、至急だ！報告、戸谷の第一歩兵連隊、回線がつながりません。それなら多段司令部と回線をつなげ、風部正三将を出せ！やが！役立たずども。電話線が切れたら、すぐに修理しろと言えなかったのか！誰かおるのか！司令官閣下。直ちに無線で川辺団長に伝令せよ。通級は中南軍の暴行を受けつつあり、直ちに兵力を搬し、夜通し救援に向かわせよ。さらに第一連隊にも伝令せよ。旗番峡を全力で報告せよ。詩人人が法軍の威厳に挑戦するとは、奴らを町内に完全に包囲し、見せしめに全滅させるのだ。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なら、はっきり言え。長官、全軍用無線が突として昨日にアタック戦に落ちました。通信部は総理部を挙げて急に処断っておりますが、現状国警の指令発信は不可能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はい！直ちに修理しろ！ 30 分以内に通信を復開させろ！もし第一連隊と連絡が取れんならその場で腹を切って詫びるのだ！はい！我是秦德平。秦副军座，我是独39旅阮玄武。我部驻守通县的717团一营急报，城内冀东保安队已然起义，配合那支神秘抗日先遣队，全歼城内日寇。如今空出城池，要我部进城接管驻防。秦副军座，知道了，命你部一营即刻进城协防，严守军纪，安抚城内百姓，严禁士兵扰民滋事。是，长官。狼城113旅急电，一支重型坦克部队途经防区，要求借道通行，旅部请示是否拦截阻拦？拦？他们也敢拦？明知道是成建制坦克部队，就凭狼城那点简陋工事，拦得住吗？纯属自讨苦吃。等等，传令114旅董升堂，让他出面接下抗日先遣队，就说我秦德新想要面见他们最高指挥官。另外，阮黄宇既然已经接管通县，那就索性大大方方认下，备好明天的新闻文稿，对外宣称我29军主力协同友军收复通县失地，摆明态度震慑日寇，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还有，传令各部多派骑兵斥候四处侦察，全天候实时汇报各方战场动向。人家在外打得轰轰烈烈，我们连前线局势都两眼一抹黑，简直荒唐可笑。是。电讯室的电台修好没有？回长官，依旧全面失灵，还在抢修。一群饭桶，拿着军饷不干正事。告诉电讯室，天亮之前必须恢复全域通信。若是修不好，全员卷铺盖滚蛋。是。报告，合成一营在冀东保安队配合下，已完全控制通县全域。此战共计击毙鬼子士兵、宪兵、特务942人，俘虏已就地枪决，我方全员零伤亡。传令合成一营，休整补给完毕后，即刻向北进军，先行拿下怀柔，再抢占密云，就地构筑防线，驻防待命。是。报告，旅长，合成一营邱营长急报，114旅董升堂旅长转达，29军秦德军副军长想要与您当面会晤。回复董旅长，同意会面，地点定在南苑机场。另外，给秦德纯带个话，想见我可以，必须让他把219团那位叫陈有福的连长一并带到南苑机场过来。确定是219团那个陈有福连长？董旅长。行，收到。我们陈司令员同意在南岳机场会面，不过有个要求，得麻烦您带上219团那位叫陈有福的连长一起过来。一个连长？说来也巧，这位陈连长我之前在长津田阵地见过一面，司令员特意点名，照做就行。好，我这就安排人去传。各单位注意，我是邱阳，全员收拾装备，向通县方向靠拢集结，完毕。营长，我看丰台鬼子炮兵阵地上还剩好几门能用的火炮，要不咱拆了带走？捡这些破烂干啥？占地方还没用。卖钱啊，营长！这年头一门75毫米野炮能值好几万大洋，带回咱们那边折算下来不得值几千万，妥妥回血啊！军令如山，别胡思乱想，立刻执行集结命令。收到。
全体注意，3、2、1，放！なんだあれはバカ！貴様らは何者だ！我的天，这战力太离谱了，光听动静就能听出来，鬼子被按在地上吊打，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刚才轰炸兵营的火力，你能分辨出是什么重武器吗？这动静比鬼子15寸重炮还要强悍数倍，到底是哪路神秘势力能悄无声息杀入金门腹地，直插鬼子驻屯军心脏？还有天上那些飞行器，声响形态和咱们见过的所有飞机都完全不一样。哼，小鬼子平日里在华北嚣张跋扈、横行霸道，这回怕是惹到惹不起的硬茬了。说不定是英法界的驻军出手了。英法租界的驻军我见过，战力稀松平常，比鬼子强不了多少，根本打不出这种碾压式攻势。我是宋哲元，宋将军，我是英租界莱斯顿，攻打日租界的是你的部队，法租界都向我投诉了，有人在大肆高喊缴枪不杀，除了29军还能是谁？攻打日租界的根本不是我29军的部队。老师请到时，立刻约束你的部下停止交火，如果再有一颗榴弹落入大英租界的范围，我方将视同宣战。欺人太甚！军座，现在怎么办？我都说了，打仗的不是我的人。军座，是我李志远。什么事？一支极其庞大、型号卫兵的陌生坦克部队突然抵达我防区外围，对方态度十分强硬，说城内有他们的人正在作战，若是我们不放行，他们就要直接强攻入城。你说什么？坦克部队？我靠！全威力步枪弹果然霸道，冲击力真不是盖的。还能顶住不？不行就换个人上来扛。少废话，专心杀敌！哼哼。连长，洋人在街口设卡拦路，还放走了鬼子残兵，不让我们通过。意料之中，租界洋人向来偏袒鬼子，你上前跟他们正规交涉，把人交出来。收到。 Oh my word, doesn't he feel hot? Wrapped up so tightly. Look at that, got a mask around his neck too. Can't even show his face. Those buzzing contraptions in the sky, could they be theirs? Hold on, his height. He's no local, that's for certain. Who is in command? Step forward and identify yourself. Yank? I'm not asking for the third time. The commander here. Get out here, now. Oi, you! Watch your step, sonny. This is the French consection, not some Wild West saloon for you to kick up your heels in. A group of Japs just fled into your consection. Hand them over, now. Fuck, you've gone and started a war right on our doorstep without so much as a by your leave. You're putting all our necks on the line. I hereby order you to withdraw from the perimeter of the consurgent immediately, or we shall be forced to remove you by military action. 你係華國人？哼，我是陈建军，不用跟他废话。既然他们说我们威胁到了租界安全，那就索性把租界直接掀了。没了租界，就不用考虑安不安全了吧？明白。 You've got guts, son, I'll give you that. But before I give the order to fire, you best clear off out of the consect. We can put you 6 feet under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It's our privilege, you see.
Anybody here speak Jap? Can you speak French, mate? What on earth happened to you lot? You look like you've been through the Renka. お前たち、彼らには歯が立たないよ。包囲されてしまう前に早く逃げて。Where's he got the bottle from, eh? Oi, what's that racket? Sounds like a motor. Hang on. That ain't no motor. Oh, criney. Relax, a massive tank like that'll never maneuver in these streets. Mother of God! Surrender! Surrender! Don't fire! We surrender! 他们炸了领事馆，该让他们嚣张。我要是有这家底儿，我也轰他娘的！本来洋人可能会顾及他们在租界的利益，帮我们从中斡旋，鬼子也会顾及国际压力，不敢大举进攻。现在这支部队不光将鬼子打了，连带着租界也打了，势必会招来所有列强的讨伐，而鬼子定然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这支部队再强，还能对付得了所有列强，而我们届时又该何去何从？一半省贫穷之地，如何能对抗那么多工业强国？你说，刚才李志远汇报说，有很多是成建制的坦克部队，如此强军，若能得其相助，未必打不过鬼子。报告，直升机临时起降场已修建完毕。让陆航营回来后，在我们自己的场地降落。3营前出与1营会合。是。你们有人知道这年头我军的通信频段和密电码吗？那就在电磁干扰结束后，模拟这年头的电台波动明码，让鬼子立刻滚出东北。你是想打响旗号，让这边的组织主动派人联系我们？哟，你这个同志还是蛮机灵的嘛，不错不错。去你丫的！哈哈哈哈哈！这是我们的租界。我们是在行使一系列条约赋予的神圣权利，条约规定的租期还没到，你们凭什么收回？当初那些条约，你们是靠着大炮签订的，现在我们用大炮收回，有什么问题？本来我们只打鬼子，你们射路卡没事，连着鬼子一起拦住，我们不会说什么。但是你们呢？包庇鬼子兵，拦着我们不让过，还出言挑衅，给你们脸了是不是？据我所知，挑衅你们的是高卢人。为什么遭到炮击的是我们的领事馆？我们领事馆人员死了5个，受伤7个，包括我。领事馆象征着我们帝国的王权，象征着女王的尊严。你们的行为等同于宣战，代英帝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没有别的话想说？年轻人，或许你们这一支部队十分精锐，装备精良，使得你自信到有些傲慢，但是我想告诉你，你现在面对的是当今世界最强的2个工业国，而你背后的祖国领土虽大，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你们的做法已经等同于宣战。我想提醒你，你的祖国绝对承受不了我们的怒火。你说的完全正确，所以我们来了。从今天开始，谁想欺负华国，得先从我们抗日先遣队员的尸体上踩过去。这是你的态度，你的军衔应该不是将军吧？你能说了算？我既然说了，那肯定能对我所说的话负责。如果你们要求会面是为了说一些没营养的威胁，那么会面结束。我要求获得与身份对斗的待遇，你不能将我和那些臭烘烘的士兵关在一起。你敢给我一部电台，让我联系国内吗？明白。可以，不过要等天亮。どうしたの？そんなに慌てて。陸将方、佐賀関東軍司令部より打電がありました。支那紀北のハイロル三つ面一線に駐屯する第8師団第4旅団の船でございますが、並びに長県に駐屯する中東軍第2連隊の部隊がシェナン軍の攻撃を受けました。なんだって？事実は確かか？またあの連中の巨砲じゃあるまいな。というのも、伝聞には第4旅団がシナン軍の銃砲打撃を受け、戦術指導を求めていると記されておりますので、先行を課せるあの連中ときたら、伝聞ももう少し厳密に書かんかいな。あの地に駐停する下の第29軍に銃砲などあるはずがなかろうがよかろう。大義を自明も立った。オーロアバの木と置いたとなればて、とやかく言うことはできまい。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ございます。陸将官下。アーケンも攻撃を受けたというが、なぜ関東軍司令部が報告してくるのだ。セナ中隊軍司令部は何の反応も示さんのか。
宮殿にもシナ人に背後へ回り込まれて奇襲されるとは、カムズ刑事は頭でも打ったのか。直ちに下殿下へ浮かれを立てさせよ。至急、緊急作戦会議を徴収するのだ。下殿下ご到着。一同起立。主君、着先されたい。上皇は、小備主君もすでにご承知の通りかと存ずるが、品川が率先して法軍に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以上、こちらも断じて黙って見過ごすわけにはいかん。何か方策はあるか？作戦部での協議の結果、すでに出頭を謝練している、関老軍独立後継第1及び第11師団に加え、並びに第20師団のほか、ただまに内裏より第5、第6、10師団を増配し、北中学方面へ出頭させること。よし。新な中東軍の現状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なぜ鎌津慶蔵からは何の連絡も届らんのだ？我々は4時からずっと無線で中東軍へ打電を続けております。サミア間の中帝部隊にも電話で連絡をかからみましたが、一向に繋がりません。この顔瀬刑事、着任初日からこれほどの出動を演じよって、司令官の器が。神王天下、たったま、品川より兵分の電報が届きました。法人先遣隊と名乗る相手から、法軍に満州からの即時退隊を要求するとの報告があった。何？バカ者！こんな取るに足らる伝書を、なぜ相手にしたのだ！もう一旦ございます。法省の嗅覚からで。よく、加賀先祖隊が天秤休暇の法民を工作し、一方的に休暇を接収したという。しかも、嵐の天秤中東する我ら中東軍第2連隊が、全滅したというではないか！あいつらによると、担ぎ制して閣下が銃殺されたのを目撃したというぞ！ありえん！そんなことあるわけがなかろう！品第29軍に、一晩で一個連隊を潰す力などあるはずがない！情報課に直ちに確認させよう。この電報の真偽を。もし事実なら、第29軍の戦力は飛躍的に向上している。他省外の派遣兵力を増強せねばならん。报告，合成2营已攻占栾城，正在休整，并就地部署防线。老陈，给你打了早饭，赶紧吃完去休息。刘辉呢？统计战果呢？刚才我去看了一下，零零碎碎的东西不少，主要是2营那边，租界里头有不少银元和金条，他得等数据。待会儿老赵负责指挥，我去睡会儿，下午还得跟29军谈判。我也想我爷爷，不知道来这儿能不能见着。谁不想啊？问题你想的是那个最宠你的老爷子，在这儿你看见的没准是个刚断奶的娃。我这煽情呢，你要是没话说，你就吃你的。太爷您慢点吃，当心噎着。来，喝口汤顺顺。高祖奶奶，这包子不合右口吗？我给您换碗汤面去。啊，不用。孩子，你爹是个什么官啊？您是想让我爸把高祖爷爷从29军那儿要过来吧？到底是老陈家的种，就是聪明。哟，吃上了。爷爷，好吃不？好吃。干什么？说了多少次军营里不能拍照，给你砸了信不信？你换手机了？哪儿买的？当然是转转呀，他家二手真心不错，小米14才1300，放以前最少得4000多，同样的价钱买新手机根本选不到这么好的。真那么便宜吗？是啊，最近转转的补贴特别猛，你去看一下就知道，好多高端手机现在都非常划算。反正我以后买手机就认准转转了，我给拍下来带回去给爷爷看，说你摸他爹脑壳。我，那个，曾孙。咋了？有事说呗，都一家人。俺就是瞅着你们这儿吃得好，家伙事儿好，还有飞机大炮，就想着你能不能把你太爷调到你这儿。哎呦，这可难到我了。我这儿啊都是高精简装备，您别看太爷现在是个连长，当个兵都不合格，他自个儿愿意啊。我约了29军高层在今天下午谈判，让他们把太爷也带上，下午你们就能见着。他愿不愿意来得看他自己。不过我的建议呢，太爷最好是去加入红军。啊？你的意思是，将来他们能成事儿啊？您看这儿，一时半会儿的呢，我跟你也说不清楚。总之，太爷参加红军绝对错不了。行，等见着了，我劝劝他。周边一带的鬼子都解决完了，跟你有关系吗？一说我就来气。当初让你当兵，死活不乐意去。昨天晚上你要是参战，怎么也能捞个3等功。特战中队活捉湘粤青刺啊！刘主任都打算给他们报集体1等功。我才不信。这种降维打击也能评那么高的功勋等级，别说湘粤青刺，要是这会儿有一艘航母，他们直接去活捉招更都行。解决完鬼子，后续怎么计划的？这平津一带还有接下去的东北怎么处理？您应该是想着打下来之后交给这个世界的我军吧？有什么问题？还什么问题？问题大了！这会儿这边的组织上号召抗日呢，您哐哐打下来了，确实豪横，可我们组织也就没理儿了。到时候人家会说我军以抗日之名行抢地盘之实。再就是，
这个世界的我军想从河西走到这儿，沿途那么多军阀部队肯定不乐意，尤其是老常，他本来就对我军很警惕。您再亮明了旗帜，到时候他先堵着您，集中全力再攻打边区，您怎么办？再一路打过去？哎，你好好说，吃饭的时候别打孩子。别卖关子，赶紧说。哼，所以说你这个同志也就打仗还行。您呐，先别忙着亮出旗号，明摆着偏向我军。咱们表面上对所有部队一视同仁，暗中联系组织的同时，以明码昭告天下，说我们先遣队无意争夺地盘，只打鬼子。接下来还要反攻东北，我们打先锋，邀请天下部队跟上。这么整，说不定三晋的老心儿还乐呵呵的放开铁路，用火车把我军送过来呢，这还省了不少时间。桂兰，你招呼一下。是。陈连长，我带你们去休息，这边请。宋军长，久仰大名啊！不知兄弟贵姓啊？我叫陈建军，请。我看陈司令年龄与我相仿，便称呼一声陈兄，如何？宋军长喊一声老弟就行。贵军当真是训练有素啊！我观当世少有此等精锐，就算是教导支队的德系师都差远了。陈兄，我有个不情之请，能够请贵军的弟兄去给我军当几天教官？当然可以。昨一战我军缴获作军用武，其中有6门野炮、7门山炮、1门步兵炮，另外还有一些步枪和轻重机枪。宋军长有没有兴趣？哦，14门火炮啊！贵军不留着自己？要，陈兄开个价，那些轻武器就当送给你们。14门火炮，每门作价4万大洋，可以吧？陈兄不地道了吧？据我所知，鬼子的山岳炮光丰台一地就有12门，你反正用不上，剩下的也都卖我们得了。我倒是想，光这14门都是用零件拼出来的，剩下的炮管炸裂了，没法用。真是失礼。这位是？他是我的副司令，姓赵。原来是赵副司令。宋军长，贵方提出的这次会面目的我们也清楚。是。这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几位。是啊。我们不是来抢地盘的，打完鬼子我们就走。同时接下去我们要反攻东北，且我有绝对的把握能打穿鬼子的防线。但问题是我军目前兵力不够，为了防止我们前面打过去，鬼子迂回袭扰后方的情况出现，我们会号召其他部队过来跟我们一起进攻东北。届时希望宋军长不要阻挠那些前来抗日的友军。张某自问，我军守个后路还是能做到的，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原因就是时间。东北太大，贵部满打满算也就只有10万，守着现有的地盘就已经捉襟见肘。要是等你们扩军整备，那起码半年。这半年里，鬼子也会调兵。现在关东军只有10几万，好打，但半年后说不定就上百万了。而且我也不放心将背后交给一群入伍才半年的新兵，所以我希望，如果真的有部队愿意过来跟我们一起打，不管是谁家的，都希望贵部都能放下现有的成见和过往谢帝。大家翻阅一下。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相信不用我说，各位同志也能想到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上级命令我们成立专项小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能送的想办法都送过去。目前先遣队有第1纵队，主要组成是一个重型合成旅，外加一个机步团和若干后勤支援保障部队。弹药补给方面，算上下次传送时间的1月之外，还有1个月的冗余。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结合当时的环境条件，尽可能强化先遣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尽快筹备好能让先遣队在那边自行解决补给问题的工业设备和人才。换句话说，就是帮助平行世界的祖国把工业底子搭起来。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以先遣队目前的组成情况看，在开阔地带作战肯定是无敌的，这毋庸置疑。唯一的缺陷就是一旦进入山地，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同时，目前先遣队不具备2栖作战能力。考虑到重型合成旅是我军核心战略守备力量，不能多调，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给先遣队加强一个中型合成旅、一个山地合成旅以及一个2栖合成旅。海军这边的话，现在外头局势迷得很，主力舰也不能多调。
但是可以组成高低搭配。我的意见是由1到2艘2栖攻击舰、2艘综合补给舰，加上1艘055、1艘052D、2艘攻击型核潜艇，剩下的把咱们4大金刚还有其他濒临退役的老船都带过去发挥一下余热。另外，我们还有12艘早期型号的072，老是老了点，航程也只有3000海里，但是打鬼子够用了。单艘一次能投送1个连的2栖战车，12艘就是4个营，足够了。空军就先等等，那边还没有高标号的机场，等2月的。我们的二扎头要不要送几发过去，带上蘑菇？大蘑菇吧，小蘑菇污染太大，基本都是能稳稳打下来的地盘。打下来之后，平行世界的老百姓还得搬过去住呢。先遣队作战部队的组成结构基本就这么敲定，关键还是那边的一些必要的基建，就比如刚才说的机场，还有港口。当年的港口离先遣队近的就是胶碗、金门、旅顺。首先排除金门，因为在当时基础水深太浅，港口外海平均水深只有4米左右，改造起来太费时间。旅顺和胶碗比较合适，基础水深都在9米，主航道也超过10米深。刚才说要调2栖攻击舰过去，075的吃水记得是8米，满载8.1米，还是055吃水更深，有9米。那这样的话，就算是旅顺和胶湾也需要改造。一般船舶停靠的港口，尤其是军港，必须要有5米以上的安全深度冗余。当时胶湾的海湾内部分区域水深能达到14米，但是码头泊照深度不够，爬溪船为辅。目前我们最大的绞溪船只有1艘，苏筑效率在每小时6000立方米。爬溪船有不少，单艘单日是2.7万立方米，多艘爬溪船配合之下，应该能在半个月内完成港口水域的改造。当年的勘测数据也是现成的，拿过去就能用。各大港口造船厂目前空闲的，诸如龙门吊、水压计这些，也都想办法匀一些。还有一个，先遣队毕竟是我们现役部队，有些事他们不能做。我的意见是召回一批退役军人，组建安保公司，交给陈斌。简直乱弹琴！至少说明先遣队跟南边没有关系。接下去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还让我们缴了先遣队的械，收押后等待洋人处置。人家是来抗日的，满心热忱啊！再说他不用脑子的吗？一夜之间全面鬼子驻屯军的部队还叫先遣队，说明后面还有援军。这种部队光听就瘆得慌，还缴械，他怎么不来缴？也不管压了这样的鬼子的贵子没了谈判的余地。要是咱们到现在没救其他列强，要是要真将还没有发挥全部实力，甚至于要不然他们到现在赌一把。死保先遣队一个装甲车就比鬼子的坦克厉害得多。你我兄弟几人近年来一直谨小慎微了守住这点地盘，这些弟兄对鬼子不断忍让，就听你的，赌一把，就算是赌输了，起码对得起脚下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像金陵回电，洋人包庇鬼子在先，先遣队交涉无果，才入租界实属合情合理。至于缴业，他可自己派人过来，反正我29军断不敢做那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我这就去。等等，把这份电报送去给陈司令。报告，旅长，我们截获了不少电报，这一份是鬼子的，除了已经确定的第1、第11混成旅团以及第20师团，他们决定从本土抽调的5个师团至平津一带作战，并且他们国内已经开始动员，现有的17个常驻师团，除了关东军的4个以及近卫师团不动，其他都已经开始集结。哼，没有新建一种师团。看来咱们昨天一仗打得不够疼啊！毕竟只是无地，在鬼子的鄙视链里也属于3流货色。我们打掉驻屯军，也许在他们看来根本不算什么。这2份就有意思了。约翰牛驻江岛的舰队受金陵总领事馆命令，准备北上；还有一份是金陵发给29军的，他们让29军动手缴我们的械，收押起来，交给洋人。很正常，这事儿还真得换位思考一下，站在他们的角度，压力山大呀。你再去发一份明码电报，就说我们抗日先遣队是来打鬼子的，所有阻挠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打击对象，我们将会反攻东北，邀请天下所有部队跟进，不管哪支部队来了就是我们的战友兄弟。哼！至于列强，让他们有事冲我们先遣队来，同时让他们记住一句话：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写好点，用点文笔。这会儿都流行文言文，别我说什么就发什么。早上发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大国雅量得拿出来啊！张师长，抱歉啊。没事没事。陈长官，这份电报是我们军长让我转交给你的。那么贵部是什么态度呢？放心，别说几个所谓的列强，就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打过来，我们先遣队也能碾碎他们。老郑，起来洗洗，马上吃晚饭了。夏装送上来没有？送上来了。都发下去了，奇了怪了啊！没听到飞机声啊！我们都打到这儿了，鬼子不来侦察吗？我记得这2天鬼子往锦城、山海关调了不少飞机，估计他们机场调度有问题，所以没来吧？收到，请讲。知道了，敌机进入射程后立即击落。讲什么来什么。支援连报告，雷达探测到一架敌機，高度1000，航速150。多少？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戦反隊には銃砲があるらしい。銃砲まで持っているなら、口径砲も持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もっと高度を上げた方がいいか。いえ、恐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何度も任務を遂行しましたが、攻撃砲に出かしたことは一度もございません。たかが赤血式機関銃数世、あいつらには生戦力の計算などできん。銃砲だって中帝軍の連中に銃砲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のか。75ミリ砲ぐらいなら、海南には十分すごい武器に見えるだろうな。
ああ、戦艦隊の話だったな。第29軍じゃない。なんだその戦法隊は。正式な部隊番号すらない。たかが土族と地方の保安部隊が寄せ集まって作ったものだろ。やはり慎重に行った方がいい。高度を少し上げよう。平行でないと地上の様子がわからん。高度をさらに下げろ。500メートルまでだ。しかし、バカ！私が召喚だ！命令を実行しろ！はい！这鬼子也忒慢了，还没到。你干什么？打飞机啊！你是不是傻？一枚导弹几十万，打鬼子这破飞机！交给后面的防空排，就这高度、这速度，自行高炮一个点射就打下来了。几千块的活你拿几十万砸，败不败家？开火！ほら、シナのジェミンどもを見ろ！我々のために！这位先生，您不会是叫罗勇吧？这脸跟光荣时代里的局长一模一样。我们见过。您是地下工作者吧？队伍里出了奸细。自我介绍一下，抗日先遣队司令员陈建军，我是先遣队政委赵晓光。你们好，你们好。你刚才说你是政委？你好，罗勇同志。你们是？对，你猜的没错，我们是跟你同一个组织所领导的部队，只不过时间上差的有点远。我当领导的部队，刚才我来的路上坐的车，看到的那些坦克，记事本的也说不清楚。我们啊是从另一个世界的89年后来的，您刚才看到的那些，就是你们的后代所拥有的。老同志，好啊，那这么说，我们国家以后很强大。那是，就没人敢欺负咱们。既然是一个阵营的同志，那说话就简单了。我这次来呢，是组织上委派过来跟你们交涉，准备鬼子前带了部队明码电报，与你们协同作战。你们放心，我军虽然装备不是问题，装备我军来了，我保证他们立刻就能成为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谢谢。可我们人员不够，那么大块地盘不够我们一个空着，留着土匪流氓霍霍。行，回去我就跟上级说明情况。好像我听说你们把金门租界给打了，列强都说要剿灭你们，一帮小丑而已。收拾完鬼子再跟他们算账。好，你们有信心就好。报告。进来，同事要来了。政委，吉布尔营会马，发现鬼子准备对金门租界发动炮击，咱们热情好客，命令导弹营击沉他。是。导弹营，这是什么部队？就是远程制导，能隔着上千公里打击敌人，又狠又准。哦，怎么个导弹？小鬼子不可能炮击金门租界，港口到租界超40公里，这距离只有长门级战列舰主炮够得着。况且长门级吃水太深，根本进不了金门港，能进来的顶多就是轻巡以下的船。确认来犯仅一轻巡及数艘旧式驱逐。鉴于租界列强利益，鬼子此令纯属政治考量，说要炮击租界，借口是打先遣队，实际上是冲着列强去的。金门租界他们确实打不到，但是护港江岛完全没问题。这是逼约翰纽等国撤资，否则就以剿匪为由封锁租界。真打起来，舰炮可不长眼。跟我的推测一样，鬼子这是想趁机会独吞我国的利益啊，真特么狂。不过现在欧洲全盯着希尔，根本顾不上远东，难怪小鬼子敢这么想。就是没想到我们一仗打下来，没让小鬼子害怕，反而让他们更兴奋了。正常，电磁干扰一开，驻屯军全灭，平津电台扫干净了。这2天又揍下来8架侦察机，我们的有多少兵力、装备情况，鬼子都不知道，他当然狂。报告 ，CJ-100已做好发射准备。接收目标定位，装定诸元完毕，一车准备完毕，请求发射。2车准备完毕，请求发射。全体注意，同步打击。10、9、3、2、1，点火。追問港まで、あとどれくらいだ？冒頭、あと10入りです。よし、派遣に命令せよ。主砲処置に入ったら、本艦を基準に左へ撤回。横対砲撃陣形を取れ。攻撃目標追問港。主砲、総員転送配置。はい。あれは、リサド。2車号1は買ってみたいな。5杯のあたりは命中類が多いそうだし、時間があれば。どれだ？まさかそんなに小さい。セルトで高く飛びすってんですね。長官、何をご覧になってるの？あれを見ろ。飛行機じゃないか。いいな。来る前に航空隊が合流するなんて話も受けないぜ。おや？この飛行機、ヒゲテラが後ろについてるじゃないか。もしかしたら、新型なのかしら。
みんな、空落ちる音がしたぞ。どこか撃たれた砲弾か。予想はコープ艦隊、大津護海海にホトギのラゲ億円も忘れるな。大隅4家の災害下し少年家に待機よ。第11戦隊、立馬台への内府砲剣は、すべく参戦の外海で戦闘待機だ。第2陸戦隊は中華の法令を削除、陣地を強化、火力を増強せよ。第1隊は談義進駐。第2第6隊員は司令部と兵部へ公式病。ネズミ曽崎までに2陸戦隊員は直ちに上陸せよ。武備庫は沿岸の在留邦人はすべて教師へ武器を撤退させろ。武装機を下げてロギノク戦隊の作戦を補助させよ。上4、何か依存や提案はあるか。司令官、あまりに大掛かりな行動は、シナ軍の過激な反応を無視ねえごかまだ。技を派遣が増援をついてるべきです。私の決断は、決して攻撃のためではない。在留邦人の保護と、シナ海軍の増援を阻止するためだ。これも奴らが生きるためのか。報告します。何だ連絡不戦だとまさか津門港を砲撃してから報告するつもりか、あいつらは。5時東土から天領以下各艦に計23通の電番を送りましたが、4隻もの艦の無理戦が一斉に故障したというのか。関東軍に航空機の出動を要しろ。オハとキロを要させるんだ。はい。一個も針を発見し攻撃を受けたと確認次第。全艦隊をもって就航を砲撃せ。はい。何また連絡が途絶せたか。このバカ者ども、これで何機目だ8機目だろうが。出発前に言い渡しておいたはずだ。20分ごとに無線状況と位置を報告しろとな。で、どうした？そして、奴らは最初の報告さえ送ってこなかったんだ。バカ！そんな簡単な計算もわからんのか！88式の瞬速度は時速150キロだ。20分も持たずに撃撃されたとなれば、距離から計算して、第29軍は論艦師匠と攻撃砲陣地を配置しているはずだ。しかも、その数は相当なもんだ。バカかお前らは！論家を愉快させろ！長官、存じております。本日最後の2機、それぞれ南北から愉快させましたが、やはり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そうでしか。明日から全爆撃を出発させろ！戦闘機と偵察機も護衛につけ、必ず第29軍の広角砲陣地を洗い出せ！はい！入れ！長官、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です。明日の早朝偵察機出撃させ、保廃海域を捜索、行方不明の海軍艦艦、天領号などを捜索せよとのことです。はぁ？海軍の軍艦まで行方不明かよ？那，我交差了，你签个字。我去，不愧是金门租界啊，真他妈肥得流油！租界内银行多啊，包括鬼子的正金正龙、约翰牛的汇丰、麦嘎利、鹰将的花旗、洞通，一共几十家洋人银行，再加上那些洋行、洋典当行、赌场、烟馆等等，能找到的都在这儿。洋鬼子的贵金属还都藏在地下室，金属探测的仪照全起出来了。反倒是他们藏囊的货币不好找，至于那些古玩字画，大多都是洋行以及各大领事馆的地下仓库里的。嚯，特妈的，他们在金门几十年，得刮走多少钱、多少文物啊！是啊，这些钱你怎么处理？贵金属、珠宝什么的我带回去，文物之类的就留在这儿吧。我们老家那边从这儿找补，我觉得不太像样。然后货币就留着给老爷他们。好像咱们部队每次出任务有额外的补贴吧？要不然每位战士分个……不行不行，这事儿不是咱们该干的，少不了同志们那份的，放心吧。发财了，发财了！刘主任，按之前说好的，我每次都有10个点的提成。你要拿你拿呗，整这出。别告诉我爸哈。告诉奶奶，拿着置办几件新衣服。你们身上这都洗褪色了都。这。第16連隊の戦闘機が我々の前方に出て、奴らの降下砲をおびき寄せる。我々は盗撮機が奴らの降下砲陣地の位置を送信してきたら、高度3000メートルから奴らに対して無差別爆撃をかけら。勇士たちよ、本性を戦う好機が来たぞ。その分、奮起せよ。天皇陛下万歳！社長、出発！指挥部，这里是雷达站，发现敌山海关机场正在放飞机群，方位076，距离95公里，当前数量4架，且正在快速增加。收到，地区监测汇报。收到。将数据同步至指挥部和防空排。收到。防空排的还说不过瘾，这下好，量大管饱。支援连放飞电子战无人机，干扰敌方通讯。支援连收到。哟，这是急眼了。都注意了，前卫负责查漏补电，如果有敌机突破高炮封锁，再开火，优先攻击轰炸机。啊，班长，前卫的射程和射高跟高炮差不多呀，怎么我们还是干捡漏的活呢？打到现在我一个鬼子没干死，光在精神呆洋人了。那好事怎么都让炮兵防空排还有侦察营占了啊？特战中队就更了不得呀！啊，活捉一鬼子中将呢！发什么牢骚？服从命令！几百万鬼子呢，还能少了你的？
预备，开火！どうしたんだ？さっきまで正常だったのに、どうして急にノイズばかりになるんだ？どうなってるんだ？放射砲だ！29軍が重砲を増強したって話か。歩兵第4隊団ですら奴らの相手にならず、ミリオンを奪われたか。観来、これは手構い戦いになりそうだ。お前も保険戦士を立つよ食らっただけで、地面にひれ伏して港北を苦うかもしれないぞ。嘿，你看那俩老鬼子，笑得怎么贱呢？炮兵已经做好了准备，怎么说？趁着他们立足未稳，干他一下。这不是趁人之危吗？还有什么叫干他一下？要干就把他彻底干死，要不然大费周章排开炮兵阵地干什么？真清高。这样，让3营机步2连往东，沿红门区绕到鬼子后方，直接攻占古北口。155炮集中攻击鬼子队列后面的公路，让他们的车辆无路可退。破流炮集中攻击鬼子后方步兵。122流攻击地方自动车辆。特战中队到了之后，第一时间切断鬼子在实施据点后面的发现线路。当到老六一时爽，一直当老六一直爽，这一个都别放跑，以免后续的鬼子知道我军的装备情况。他们不是狂吗？我们就在他们最狂的时候把他们往死里打。同意。向旅部同步战场态势，并提交作战方案。是。报告，陆航营已抵达密云上空，正2000米高度待命。命令5支连继续待命。通用直升机带着特战中队前出至石拆村以北，切断敌方通讯，并袭扰敌后。营长，指挥部同意我部作战方案。3营机2连注意，我是秋阳，你部立即出发，沿红门区一线行军，直插古北口，打掉他，切断鬼子后路。机2连收到。炮兵注意，5分钟后开始炮击，根据敌行进动态实时调整驻值，倒计时结束立即开火，计时开始。通信検査、こちら戦車第1中隊応答願る。この無線機はどうなってるんだ。もしもり、通信検査聞こえるか。間違いなく300日鉄鋼があるんだろう。無線を妨害してやがったな。あいつに伝令を頼んだんだ。何を見てやがる。何の音だ。あれは。反撃だ。早く。射角が取れ。主砲陽角を上げろ。撃て。おてってんだ。ガサンだ。天心だ。肌奥。司令部へ立てんだ。戦術指導を仰げ。長官、早く起きてください。南から撃たれてる。あの山の裏へ行け。
尼玛，陆航营的抢人头啊，这一辆都没给我们留。就是啊，你说这几天我们都干啥了？加起来才开了2炮，龙王庙1炮，高丽营据点1炮，2炮才干死3个鬼子，汤水都没给我们留啊！我还寻思这趟来了能攒个个人技功，咱们这老伙计能评个功勋车呢。这里是1车，排长，您得向上反映啊！兄弟部队喝酒吃肉，好歹给我们留点汤水嘛，对不对？完毕。你们就嘚瑟吧，人家陆航营的把活干完了还不好，少发连躁，注意点营长。完毕。您大排长还干上指导员的活了？我就不信你心里舒服。完毕。有什么不舒服的？人家鬼子的坦克好歹也有57毫米炮，非得挨上1、2发才刺激，最多崩一块漆，大不了你抓个屁！后面保障车全车自动喷涂，你抓车还嫌丑呢。完毕，你别给我逼逼了，看着点路。前面要是有相对完好的鬼子坦克，就别装逼撵过去。这年头鬼子炮弹装要是苦味酸，一压上去准炸，别把履带给崩断喽。完毕。お前すぐ石本町へ行け。大乗飛弾に応援を頼む電話だ。急げ。はい。7人か。第29軍だ。奴らには本物の銃砲がある。それも大規模な銃砲軍だ。中隊軍情報課のメシホども全員腹を切れ。榴弾長、前方の戦車隊と車列が正体不明の飛行部隊に襲われ重大な被害だ。はい。とうとうたる砲軍少佐がこれほど取り乱すとは何語だ。はい。失礼かガドで飛行してどれほどだ。お前たち2人は後方へ行け。部隊の状況がどうであれ、歩ける奴は全員俺のもとへ集結させろ。それから馬で石田山へ行け。大乗飛弾に応援を頼む電話をしろ。残りの者は人員を編成して。軽傷員は手当てして予備隊として集めろ。重傷員には手榴弾を多めに持たせてやろう。はい。赶紧的，加速突破！是。都吐完了吧？吐完了接着出发，别有心理负担。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来，那么你们看到的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就会是我们的同胞。想想金陵，这里一条小河都还没让，金陵可是染红了整个江面。更何况这里是战场，他们是敌人，干死他们手里有啥是啥。难道还要考虑1炮打出去后敌人会变成什么样？那是扯淡。我没同情鬼子，我只是单纯觉得恶心。刚才我还吃了豆腐脑。排长，连里要是竞选指导员，我一定投你一表。完毕。去你大爷的！赶紧出发！你一辆车堵了整个营，连长都冲我骂娘了。收到。炮连，这里是1营侦察员，请求通话，是否收到？炮连收到，请讲。敌人炮兵正在组织残余兵力，初步估算仍有至少7门75毫米野炮，其步兵还有大约1个连队的完整建制。同时，我所处的位置西侧还有1个大队的残余兵力正在就地构筑防线。河谷西侧有卡车和铁丝网组成了路障，其步兵约2个中队正在抢占前后山头，并且敌人已判断出我炮兵阵地大致方位，其后方的步兵连队，我方坦克到这儿还有2公里，那些鬼子侦察兵一到反斜灭要素，估计就能看见。完毕，敲了呗。距离833，左1，目标向上慢移，前置半。距离833，左1，目标向上慢移，前置半。夺目标，自行射击。どこから撃たれた？銃声が聞こえたか？敵の狙撃手だ。しかも距離が非常に。シナ第29軍は奥が深すぎた。我々中東軍に対して再三擁護してきたため、我々は角を起こし無謀にも。なぜシナ軍の砲撃があれほど正確なのかと思ったら、あそこには必ず彼らの偵察兵がいるに違いない。お前、小隊を2つ連れて川の向こうへ行って敵の偵察兵を捜索しろ。バカ、何ぼーっとしてるんだ。さっさと行かんか。戦車だ。戦車が。我々の戦車が全滅してるのは分かっている。この間抜け、戦車がなきゃ戦えんのか。なんて綺麗なんだ。それに誘導としてるな。バカ、あれは敵のだ。
長官、我々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顔を出すな。向こうは腕かきだぞ。この距離少なくとも500メートルある。大丈夫だ。敵の戦車はでかいから動きは鈍いに決まってる。俺たちは山の裏に陣取ってるんだ。奴らじゃ上がってこれんさ。お前特命隊を編成しろ。覚えてろ。狙うは戦車の車道と副隊だ。お前後方へ回って中島少佐に伝えろ。ガイドに野砲を据え置くんだ。それからル団長にも知らせろ。敵に重戦車がいるってな。移動中は隠れるのを忘れるな。急げ。はい。長官、大丈夫ですか。長官、爆薬が足りません。たったの17個しかないんです。転進だ。急げ転進。でもさっきの命令は。バカ者、あの戦車を見ろ。人間が作れる上物か。あんな数キロの爆薬で壊せると思うか。転進だ。急げ転進。勇士たちよ、天皇陛下にご奉公する時が来たぞ。貧弱なシナに戦車があるわけがない。ましてや重戦車など、彼らに1年でどれほどの鋼鉄が作れるというんだ。つまり全部見せかけだな。俺についてこい。ぶっ飛ばしてやる。とっつけけ。天皇陛下万歳。这帮日寇居然还敢举手示弱，没了头目指挥，所谓武士道瞬间崩塌。咱们绝不留任何活口，没必要姑息。我现在倒是担心那些跑了的鬼子，这后面崇山峻岭的，坦克没法追啊。本来鬼子就不是东西，要都成了流匪，那对周边村庄的老百姓更是一大祸害。报告，营长，29军独立第39旅阮旅长来了，就在营地警卫线外。哦，请他到营地门口。上级有说邀请29军跟我们协同作战吗？没有。估计是他们收到消息后不请自来的吧。指挥部，这里是一营，我是周凯，请求与旅长通话。我是陈建军。旅长，29军独立39旅的旅长来了我营地外，应该是想协同作战，我们怎么处理？指挥部没有与他们协同作战的方案，只是在前天跟他们通报了敌人的动向。既然来了，你们接纳一下吧，尽量不要安排他们执行高烈度的作战任务。是。军座跟我说，这支部队怎么厉害，不说装备，光看这精气神儿就知道是精锐。不就干掉一个驻屯旅团吗？有什么好牛气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干掉了鬼子的天皇卫队呢。您堂堂中将，想进他们营地还不让，居然让您等在外面，简直是岂有！闭嘴！照你这意思，有个陌生的长官想进你们团的营地，你就大大方方的让他进去？长官，我这是为您抱不平啊！有什么不平的？人家这才叫军人！你给我收起你们在官场的那一套！您就是阮旅长吧？您好，我叫周凯。你好。哼，真是好大的架子，见到长官不报自己职务，抗日先遣队。哼，也对，连正式番号都没有的杂牌，就这素质也正常。还未请教，这位是39旅特务团上校团长董汉卿。查到了，军事档案里有他一笔，这货几年后当了汉奸，还被锄奸队活捉。您这次来是想打鬼子吧？余下不言见效了。正如你所说，宋军长得知贵部在此阻击鬼子，恰好我部驻扎在北苑一带，离得近，便命我部星夜兼程前来助战。挺好的，正好我们兵力不够，就让他们去搜剿那些逃跑的鬼子。鬼子有2个旅团，即关东军独立混成定1、定11旅团。什么？2个旅团？长官，这少说得有1万人，还是关东军，我们如何挡得住？你要是怕了，现在就可以走，我绝不为难。长官，我不是怕，我只是不想咱们的兵力被上访和一伙不知道从哪来的野路子给推上去当炮灰了。赵云祥，有，从现在起，由你代理特务团团长之职。是。你现在可以去北平，向军座提交对我的控诉。长官，我来人，送董团长去北平。是。阮旅长，其实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敌人2个旅团，其装甲集权和先头步兵已经遭到我部毁灭性打击，同时他们后方的公路也被我部重炮摧毁。目前大概还剩下1个连队的步兵，相信不出半个小时就会被我部击溃。但是我部兵力不足，不怕鬼子死扛，就怕他们一哄而散，成为流匪。到时候遭殃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而贵部的兵力以轻装为主，正好适合在山地之间追击清剿。您看呢？
请问，战斗打响到现在，过去多久了？6点32分打响，现在刚好7点整。